我现在来到了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。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名气非常大，一般冬天来东北旅游都会来这里看一看。今天带大家到里面逛一逛。来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，坐地铁最方便，出口就看到了冰雪大世界。今年的门票是180，不过本地的市民游优惠价大概是120。而且您还能玩娱乐项目呀。这是景区里的小火车。进入园区，首先可以看到前面有个冬奥会的吉祥物，两个吉祥物之间写着第23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。与往年相比，今年的游客也少了很多。第23届。这个就是冬奥会的吉祥物冰墩墩。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已经办了23届，可以说这里是世界规模最大的冰雕展览。晚上边走边拍，怕滑倒，还是穿了冰爪。现在看到的这个白色的高墙是冬奥会的5环迷宫，走在其中像个迷宫，不过从空中看就是一个冬奥会的5环。今年冰雪大世界的主题和冬奥会都有关。景区里的小火车，不过今年的景区规模没有想象的大，没有必要坐。这个小娃娃像是个雪雕，非常可爱。每一组雕塑都有名称，这个叫百年献礼。放眼望去，前面有很多的五彩斑斓的冰雕。记得几年前来这里的时候觉得特别冷，不过今晚竟然觉得不算很冷。今年的冰雪大世界有几组巨大的建筑，前面这一大组橘黄的是浪漫城堡。这次哈尔滨的冰雪节除了冬奥元素，最醒目的还是几个城堡的造型。看看这个浪漫城堡，仿造的是哪国的城堡？有点像奥地利的。这个城堡规模很大，高度和造型就像是真的城堡一样。把角的这应该是个钟楼。这么巨大的一个冰雕雪雕展，一定是耗资耗时巨大。这里所有的冰都取自于松花江上的冰。确实像梦幻一样的城堡。晚上的气温大概零下20度，因为没有风，只要穿得多点儿，不觉得很冷。像来到了童话世界一样。前面有很多大玩偶，都是非常可爱的大玩偶。高大的北极熊，可爱的大熊猫，大熊猫还跟着音乐扭了起来。
这个可爱的大白熊向我走了过来。昨天的大特写。哦呦呦！这些大玩偶和游客互动的非常热闹。我们前往下一个景点。景区里有不少的冰雪游乐项目，都是免费的。眼前看到的是圣火之巅，应该是冬奥会的火炬塔了。这个冰雕位于园区中心，非常高，像是塔又像是火炬，五颜六色的。我们去这个蓝色的城堡看一看。这个城堡的名称叫火车城堡，没太搞懂为什么叫火车城堡。这个城堡也非常的漂亮，走近好好的看看。有人看出这是哪国的城堡吗？立牌上写的是仿制的法国的城堡，不过这个角度有点像新西兰的好牧人教堂。真的是晶莹剔透的冰雕，从外面看这个城堡更漂亮。城堡的旁边有一个世纪之钟，这个大钟应该是第一届冰雪大世界就开始有了，一直延续到现在。很多人都喜欢在这里敲敲钟，壮壮好运。冰雪大世界里有很多的餐饮设施，这边是个八爪鱼的小滑梯。这些小滑梯主要是供孩子们玩的。又看到一组巨大的雪雕，这边有一个400多米的超大滑梯，从很远的地方滑下来的。这个建筑像是仿墨西哥的金字塔，叫太阳之舞。这边是童话城堡，这些大城堡都是围着圣火之巅来建造的。走进童话城堡看一看，据说这是仿造的克里姆林宫。粉色的屋顶很美。今年由于疫情的缘故，确实游客太少了。照以往很难得一个人这么清静的拍照。
童话城堡的旁边有一个大佛，这组建筑叫佛光普照。从这个大佛的平台往四周望去，都是非常辉煌的冰雕建筑。这是第4个城堡，单车城堡，很多人在里面骑冰上自行车。现在来到了冰雪大世界的大滑梯，坐这个大滑梯要爬上很高的城堡。今天人少，不用排队。好了。同伴第一个滑了下去，全长430多米。老刘要坐滑滑梯了。这个大滑梯玩的都是大人，有点惊险。老刘，滑道有点窄，有点撞胳膊。又遇到了一大组玩偶，这些玩偶都是与游客互动，让游客拍照的。这个白色的北极熊最会演戏了。在这里游玩了将近3个小时，准备离开了。往出口走的时候，再好好欣赏一下这个冰雪大世界。这是景区门口的一组冰雕。一道亮光曾划过，留住青春片刻。泪滴按早些滑落，没去想为什么。我灿烂的飞过，我孤独的跌落，都有你，像一片爱让我停泊。我曾经彷徨疑惑，不想变成粉末。离开雪乡，来到了哈尔滨。这是哈尔滨的中央大街。中央大街是一条非常美丽的商业步行街。这次在哈尔滨住的酒店就在中央大街上。交通和位置都很方便，很干净舒适的房间，价格只有100出头。安顿下来之后，现在出门吃晚饭，正好逛一逛这个漂亮的中央大街。这条大街上有很多冰雕。按这是吗？这里还有个冰雕虎年行大运的游戏，看看我的手气如何。啥来着？中央大街的历史有120多年了，最早是叫中国大街。1925年这里就开始叫中央大街了。跟那个俄罗斯的风格有点像啊，还挺好看的。整条大街上都是一些欧式建筑或者仿欧建筑，还是挺美的啊。当然了，其实在哈尔滨有很多老街区都是欧式建筑，哈尔滨也曾经被称为东方小巴黎、东方莫斯科。
中央大街晚上是灯火通明的，非常的璀璨。我开始以为这些冰雕是假的，因为用手摸上去并不冰凉。这就是马甸宾馆。法官，在这条街上有很多网红的餐厅，建筑都非常的漂亮。说这里是万国建筑博览会也并不夸张。很多人在这里买冰棍吃，马迭尔冰棍。冬天吃这个透心凉哦，好吃，来一口。马迭尔冰棍，一定要吃冰糖葫芦，榴莲马迭尔冰棍儿。再来一口。疫情尚未结束，为了弥合他人的安全，这哪儿？黑龙江？这哪儿？哈尔滨？这哪儿？中央大街。到哈尔滨的时候，我们的小分队就变成了3个人了。现在3个人一起来吃晚饭。哈尔滨也有不少的网红餐厅，不过今晚选择了吃俄式大餐。这家餐厅的装潢非常有特色，富丽堂皇的。每天6点到8点这里还有演出，不过我们来的时候演出已经结束了。选这里吃饭一部分是因为这里的环境非常漂亮。我们3个人选择了一个3个人的套餐，每道菜都非常好吃，价格还不到200元，给了个5星好评，还送了块巧克力。这里真的不愧是个网红餐厅，值得过来。吃过晚饭，我们又来到了索菲亚教堂。索菲亚教堂也是哈尔滨非常值得来打卡的一处地方。这座教堂建于1907年，非常宏伟。看看多漂亮的一座教堂。这是索菲亚教堂广场，四周的建筑都很漂亮。近些年，索菲亚大教堂主要是作为哈尔滨的建筑艺术博物馆来使用。据说目前也经常举行一些音乐会，不过几次来哈尔滨都没有能够入内参观，有点可惜。夜晚的索菲亚大教堂还是非常漂亮的。今天终于睡了个大懒觉，快12点了才走出宾馆，先去旁边的一个老餐厅吃饭。餐厅主要是东北菜，小鸡炖蘑菇，又点了个套餐，100出头，吃得很舒服。手机炖蘑菇就是基本上应该是。吃过中饭，准备先去江边看一看。呀，这因为它不是一点水都没有，真是冰啊！对，全是冰，这还有裂纹呢。我昨天摸着好像并不凉，凉吗？是冰。这条中央大街长度大概1500米左右，中间会穿越几条街道。白天来看这些古老的建筑更加清楚，确实有一些异国风情。今天又是个好天气，据说现在江边有嘉年华的活动，过去看一看。虽然白天的气温零下10几度，但是街上竟有很多人不戴帽子。整条街上从早到晚都播放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歌曲。
还遇到了一个嘉年华的游行活动。还是挺有节日气氛的。走过前面这个地下通道，前面就要到江边了。哈尔滨冬天会举办很多活动，如果不是因为疫情的影响，游客应该会很多。前面就来到了江边的防洪纪念塔。这个防洪纪念塔也是58年建的，应该是苏联的设计师设计的。这个防洪纪念塔的广场很漂亮，这就是江边举办的冰雪嘉年华活动，免费的。很大的一组雪雕。江边的公园，斯大林公园，这里就是松花江，整个沿江的景色非常美。现在江边有一个雪雕展，有很多非常可爱的雪雕建筑。每年的冬天，哈尔滨各大街小巷和公园都有很多冰雕、雪雕展览，基本上这些都是免费的。这些雪雕做的还挺精美的，小孩与狗，跳水的小孩，这应该是虎年的标志。感觉一到冬天，哈尔滨是天天过节的感觉。江面上有个嘉年华的活动，从这里下到江面去看一看。下面还是非常热闹的，有很多的游乐项目。一想是越野车拉爬犁。冰上自行车，这些都是小时候北方人喜欢玩的项目。雪地摩托车，坐马车观光。冬天来哈尔滨旅游，一定要去的还有冰雪大世界。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办了很多年，非常的著名。据说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规模缩小了一些，实际情况怎么样呢？一会儿准备从这里直接去冰雪大世界。请大家继续关注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之旅。原本今天要离开哈尔滨去长春，但进火车站的时候才知道，离开哈尔滨也需要48小时的核酸。于是重新做了核酸，只好在哈尔滨多停留大半天，等核酸的结果。我现在走在哈尔滨的道外南二道街，这边是一条著名的街道，都是巴洛克风格的建筑。在这边走一走，吃个饭。这条街道就叫中华巴洛克风情街，街道两旁很多都是100年的建筑。
很有电影的复古感觉。因为下午有点时间，正好去网友推荐的兆麟公园。兆麟公园每一年都举办冰雕展，今年这里举办的是兆麟公园第48届的冰灯艺术游园会，另外还有以冬奥之光为主题的第3届冰雕名人作品展。虽然飘着小雪，还是去兆麟公园来看一看。兆麟公园的冰灯展是免费的，进入公园首先看到的冰雕都是大学生的作品。相比较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里的冰雕雪雕，这里的冰雕作品体积不大，但是非常精美。这些冰雕晚上也有彩灯亮起来，看看每一个冰雕作品非常精美细致。公园的中央是全国性的获奖作品展，一起欣赏一下。大秦勇士兵马俑佳作奖，淋雨师生，冬奥，我这个女神，我这太难雕了。竹月，这是嫦娥吗？每一件的冰雕作品都非常的精美，而且今天白天的游客非常少。点了个盆儿，国粹奥运，这是个京剧。花旦，真棒啊！雕的，这是个花旦的脸谱。看看这背面，哇，这中空雕进去的，这太难了。哇，真是够难度的。这是冰上芭蕾，这是铜奖，欢腾冬奥，北京2002。一边下着雪，一边出太阳。妙笔狰鸣，应该是金鸡。百舸争流，千帆浪。相比于冰雪大世界的那些城堡雕塑，这些冰雕作品都应该是专业的冰雕师来雕刻的。所以从冰雕的艺术价值来说，这个更高一些。整个公园有超过100个这样的冰雕作品。想一想，这么精美的作品，到春天的时候都自然的融化掉了。自然，大自然。公园的一角正有不少的冰雕师在这里参加比赛。北京晚民前来一看工人，你看这些工人都在施工。我们过去看一看，他们是怎么制作这些冰雕的。和冰雪大世界的那些城堡不同，这些冰雕都是由专业的冰雕师来制作的。他们都应该有非常丰富的冰雕技术。哎，你好，麻烦问一下，这些冰是从松花江运过来的吗？基本上他们都直接从一个大冰块直接用电锯来制作。
在零下20-30度的低温里，在这里制作冰雕真的不是件容易的事儿。也许一不小心就做坏了。这些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冰雕名人。不过感觉做一个冰雕的时间比想象的要快一些。当然这也是因为这些冰雕师技术非常娴熟。这个小孩在玩滑雪，还是单板，小孩戴个帽子。现在1岁的小孩就可以滑这个单板了。看这些冰雕师制作冰雕作品还是挺有意思的。每年赵林公园都会办冰雕展览，这里的展览也是全国闻名了，所以冬天来哈尔滨旅游也可以来赵林公园玩一玩。毕竟这里是免费的，而且冰雕作品非常的精美，白天晚上都可以来。这片区域有个冰雕展，家风家训。关键是孔子啊。梦有亮。这里雕刻了很多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。整个公园就是一个冰雕的世界。前面是民族英雄李兆林的雕像。这个公园就是由李兆林的名称来命名的兆林公园，非常著名的抗日英雄。公园里也有不少的雪雕。这么有特色的一座冰雕公园，真的是值得来看一看。其实在哈尔滨有不少这样的免费欣赏的冰雕、雪雕作品和公园。尤其是今年有个地方据说造了一个18米高的大雪人，有几个网友也建议我去看一看。大雪人就在音乐公园附近，打出租车让司机带到了这里，路边远远的就看到了这个大雪人。雪人高18.5米，来看看这个超大的雪人。据说这里晚上更漂亮。围着雪人转一圈。这么大的雪人也算是世界之最了吧？另外，冬天来哈尔滨还有好几个地方可以玩一玩，比如太阳岛，还有伏尔加庄园。这两个地方也有不少网友向我建议，但时间关系，这次很遗憾不能过去了。下一站前往长春，
请继续关注北京老刘的东北冬之旅。